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颗是路德红珊瑚，是去年10月份团购回来的。买回来之后就用陶粒木炭种植起来，种了几个月，春天已经到了，它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或者它不喜欢这种种植方法吧？原来是用杯子有洞的种植方法。既然他不喜欢陶粒木炭种植，那就换成水苔种植吧。就用一个玻璃瓶子把它种植起来了。用水苔种植之后，很短的时间它就长出了花苞。我不知道它原来就开始要长花苞了，还是更喜欢水苔多一些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它现在已经开花了。它的花期非常的长，这些花已经开了差不多有2个月。花是有香味的，非常浓郁好闻的一种香味，是路德蝴蝶兰特有的花香。这颗蝴蝶兰是由路德蝴蝶兰跟另外一颗蝴蝶兰杂交而成。不论它的花香、花的形状，都有路德的特征。花瓣的斑纹就是路德特有的斑纹。花瓣比较厚，带有蜡质感。浅紫色的花瓣配上深紫色的斑纹，非常的好看。这个颜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。最近我把我所有的蝴蝶兰都转成了杯子无洞的种植方法，有的是用玻璃杯子，有的是用塑料杯。为什么我又把所有的蝴蝶兰都转成杯子无洞的种植方法呢？蝴蝶兰越来越多，总是想找一种简单一些的浇水方法。之前也用玻璃杯子、用陶粒木炭种植蝴蝶兰，效果也是挺好的。所以想着用水苔来种植会不会更好一些呢？其实不论用陶粒或者是水苔，更或者是陶粒水苔混合，都可以用杯子无洞的种植方法。只要掌握好浇水，加上良好的通风环境，把蝴蝶兰种好是没有问题的。用玻璃瓶子来种植，也没有打洞，那会不会把蝴蝶兰的根闷坏呢？如果是用水苔种植的话，水苔的量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少，不要把水苔把整一个杯子都塞满了。看一下，我用的水苔不是很多，只是轻轻的在中间里面放了一些，底下面也放了一点。只要水苔能连贯从杯子底下面把水吸到上面去也就可以了。用玻璃瓶子来种植蝴蝶兰的另外的一个要点就是，一定要等里面的植料和根都干了才给它浇水。看一下这一颗蝴蝶兰的根都已经开始发白了，用手摸一下这些水苔都是非常脆的感觉，这个时候就给它浇水。我浇水的方法非常的简单，就用一个小杯子，大概是这个分量的水倒进去。水的分量我是做过实验的，水不能太多，水分太多的话，这些水苔就一直都是湿的，就会比较容易造成烂根。怎么样来确定水是多还是少呢？把水倒进去，等3个小时左右。如果杯子底下面没有多余的水分，就说明这个水位是够的。
如果3、4个小时之后，杯子底下面还有多余的水分的话呢，就是水分太多了，要减少水的用量。3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再看一下杯子底下的水，杯子底下面已经完全没有多余的水分了。如果这个时候杯子底下还有多余的水分呢，就要把这些水倒掉，不要留在杯子里。用杯子无动的种植方法，怎么样给蝴蝶兰施肥呢？我每一次浇水都是用酵素兑水。如果是用兰花专用肥的话，可以把水溶肥放到水里，这个分量一定要少，或者是等所有的水苔湿了，也可以在水苔上面稍微轻轻的喷几下肥料水也就可以。如果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我是怎样用杯子无动的水苔种植方法，可以参考一下我4月16号发的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